大家有没有听过10月份是叫股灾月？最新发生的瑞信面临破产的事件，可能真的让今年的大跌股灾在10月份发生。这次给大家探讨一下瑞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大家要记得看到最后，你就能知道到底股灾会不会在10月份来，而我们可以做什么，好好的把握这一次难得的机会。大家好，我是奇爸爸张志云，在这个频道里，我会分享我过去30年的投资经验，包括头2次股灾我输清光的惨痛的经验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提升回报，把握到难得的股灾的机会。大家记得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那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的上传了。那回到今天的主题，10月为什么说是传统的股灾呢？因为我们回看1929年的大股灾和1987年最大跌幅的股灾都是发生在10月份，就算08年的金融海啸是9月份开始的，在10月份也是跌的很多，所以很多人一到10月份就开始特别的敏感紧张，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让他们觉得草木皆兵，是不是股灾来了？而这次呢，真的很多的不利的因素都相继的出现，我感觉到未来的市况会越来越差，可能会进入一个 free fall， 股票、债券、虚拟货币，甚至是房地产都可能在短期内价格暴跌。 What？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？瑞信其实是全世界其中一个最大的投行，它的业务除了投资银行之外，还有券商，还有资产管理，是瑞士最大的2家银行之一。但是最近瑞信的 CDS 涨到了250多元，很多人在网上疯传瑞信要倒闭了。到底这个 CDS 是什么呢？我们先科普一下， CDS 全名叫 Credit Default Swap， 信贷违约掉期。 With something called a credit default swap. It's like insurance on the bond, and if it goes bust, you can make 10 to 1, even 20 to 1 return. 举个例子，有个人买了人寿保险，那人寿保险会在他死亡之后赔钱。那如果他是身体健康的话，他那一张人寿保险的价格不会很贵。但是如果突然之间他患了绝症，要把那个人寿保险卖出来的话，可能那个人寿保险的价格就会暴涨，因为买它的人只要做了他的人寿保险的受益者，就能在他死后得到巨额的赔款。如果他的人寿保险价格上升，代表他的健康出了问题，可能很大的机会会死掉。所以现在瑞信的 CDS 价格从几块钱涨到250元，就像在市面上人家看到瑞信可能会破产，所以他这个债券的保险也是涨了非常的高。那很多人来问了加息是不是有利银行呢？我想来想去，这是一个谬论，因为银行不是说靠自己的账户里面的钱去存款赚钱，那些利息的收入是这么少，我们投资一家银行远远不是因为银行里可以赚多一点利息。再说银行里一边是要给存款的利息，它的利息支出，另外一边是借钱的人，他才是有利息的收入，他赚的是一个利差 Net Interest Margin 或者 NIM。 那当利息涨上去的话，到银行里存款的人会多，他的利息支出会增加。但是在利息高的时候，很多人就不借款了。那大家想象一下，这个资金就像它的货品一样，它的库存多了，它要给利息支出多了，但是它销售这个资本借贷出去的量可能会减少，使到它可能要做促销，这会使到它的 Net Interest Margin 赚取资金的毛利率减少。而银行最怕的就像这次瑞信所面对的坏账的出现，这次瑞信就是因为在2021年3月份 Archegos 还有 Greensill 和其他的几个客户，他们炒卖股票失败，瑞信蒙受了71亿瑞士法郎的损失，使到这次瑞信本身也面临
倒闭。所以不要再给那些不知道讲什么的人忽悠了。加息年代并不一定会有利银行股，大家只要看看银行股今年的股价就知道这些人在胡扯。Oh, I see。瑞信银行这次可能会破产的风险。那今天拍摄的时候是10月3号，那就算瑞信最终没有倒闭，这个影响也会是很大很大的，因为瑞信本身也持有很多的资产，股票啦、债券，而在瑞信开户口的客户都是有100万美金以上的超级富豪。那现在他出了现金流的问题，为了要救他自己的命，他自己也可能会抛售债券、股票和其他的资产。而瑞信本身又发行了很多的衍生产品，如果你买了瑞信的衍生产品的话，也快点卖掉。抛售它的衍生产品的时候，它在背后也需要做对冲，抛售背后的股票或者其他的资产。所以简单来说，在短期内会有很多的资产抛售到市场里面。那瑞信呢，也不会是单一的银行出问题，它现在的 CDS 刚才说过到了251，当年雷曼出问题的时候是641，看起来好像还比现在的瑞信高很多，但是雷曼641是他死亡的那一刻，是最高的那一刻。瑞信随着危机的发展，它的 CDS 的价格还正在上涨，那会不会最终成为下一个雷曼呢？我们记得当年雷曼事件发生了之后，也波及到整个银行体系的信用崩溃，整个银行里面没有一家银行愿意借钱给其他的银行，所以整个货币流通量就停顿了。所以在一个金融危机的时候，银行股是特别的危险。我们也明白，银行做生意啊，股东的权益和他的欠债的 liability 负债一般来说是1:9这个比例，也就是说银行的资产里面10份的资产里面有9份可能是他的负债，有1份是他的股东权益。那所以在这个时候，银行如果有亏损的话，或者银行有坏账，钱收不回来的话，马上会导致他的股东权益大量的缩小，而达不到这个最低资本安全的比例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他面对的挑战就是要配股来增加他的股本，而通常他在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，金融体系也不太好，他的股价也不太好，所以他要配股的话也是困难重重。那回到瑞信的话，我们也看到他这次真的是祸不单行。早在去年2021年3月份的时候，几个公司包括 Achco， 当时那个瑞意美籍的基金经理炒股票输掉了好多钱，也使到瑞信来不及斩仓，亏损了55亿美元，再加上其他的几个客户像 Greensill 啊等等啊，总共它的亏损是到了71亿的瑞郎。而后来呢，它有18000多个客户的资料又被泄露了，这个使到它在客户面前的信用和信任完全的崩溃。而这些泄露的客户资料当中，又被发现很多是跟毒品啦、洗黑钱啦有关系的，所以他今年又给欧洲的监管机构罚款。种种的丑闻再加上巨额的亏损，使到瑞信今天的信贷评级已经只有 BBB，那是要比很多的其他小银行，甚至是香港的银行啦、大陆的银行啦、台湾的银行啦还要低。大家记得，这是一个鼎鼎大名的全球的头10家投行，但是它的信贷要比很多的 regional 地区性的小银行还要低。再加上现在它的 CDS 已经涨到了250多，在这个时候它要发债来募集资金是很困难的。那配股呢，它的股票在过去500多天内整整跌了超过72%，所以现在它要配股的话，要不就是大量的摊薄现有的股东，要不就是发不成，所以它现在面对的挑战也是非常的困难。 This is the worst. 那银行最怕就是市场和他的客户对他失去了信任，把资金和资产抽走，所以也有可能在目前瑞信还没有到死亡的状态，但是一旦他的客户对他的信任崩溃的话，他也会很快的 game over。
那今天我们看，随着瑞信事件的发展 ，Deutsche Bank 德意志银行也是另外一家很大的投行，也受到了牵连，它的 CDS 也直接往上涨，这会不会使到 Deutsche Bank 的客户也去那里把资金和资产抽走呢？如果一个一个骨牌效应倒下去的话，会不会08年的金融海啸重演呢？那刚才说过，在短期内我们预期会有很多的资产将会被抛售，但是这个时候投资者看到事情这么严峻，要买的话，我也劝大家要谨慎。所以当所有的买家都谨慎不敢去买的时候，或者已经买了被套住的时候，再有其他的资产抛售出来，谁去接呢？如果没有人接的话，这就使到资产价格会在短期内暴跌 free fall。 所以记得这一次我们不利的因素是比08年、00年、97年、87年、73年所有的股灾还要多。我们今年有俄乌战争，有新冠疫情清零政策，有北溪事件使到欧洲将会进入一个大衰退，有强美元、高通胀、加息、缩表等等等等的不利的因素。而现在俄罗斯还威胁会用核子武器，在这么多不利的因素下，再加上瑞信可能会倒闭，这个引发的信心危机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严重。而我们看到美国最新公布的 GDP 数据，美国已经正式的进入了 recession 经济衰退，中国也已经经济放缓，再加上欧洲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衰退，这次我们可能面对的还不光是衰退，有可能是像1929年的大萧条。在大萧条滞胀的年代里，大家如何可以保存自己的财富呢？那当然有危才有机，当资产价格崩盘之后，财富大洗牌，而你如果做好了准备，有资金在最低的时候捞底的话，买到优质的企业股票的话，那这个就可能是你翻身的机会。所以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788会密切留意事态的发展，随时给大家 update。 那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价值的话，记得分享出去，那你身边的朋友也看到这次严峻的风暴正在来临，我们一起躲开灾难，然后把握之后带来的机会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